6阶，而我的人类分身也达到了横行阶9阶，而巅峰对决的日子就在眼前。一路走来，能从8225亿人参与者中成为最终入围的1000人，实属不易。红哥也终于走上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那我更不能就此松懈，因为整个宇宙，总共1008个宇宙国的天才，都汇集在此。我要做的是和这些顶尖天才们同台竞技。对残余希望。死神博兰，外界在传，有位名叫博兰的天才，实力是本界无可争议的第一。原来就是他。大明星，受到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？南卡星乌卡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这位姑娘倒是挺大方。她是满卡星的公主乌卡，不仅天赋高，而且性格讨喜。相对的，天才中还有一位令人避之不及的存在，那是幻魔加莱西。据说他从头到尾都没出过手，只看了对手一眼就将其击败，需多加小心。是那个梦罗一族的女孩。我记得梦罗一族有个叫光剑爱臣的，实力非常可怕，有冲击前10的潜力。竟是这么温婉恬静的女孩。
见尊者主持比试，他当年参加天才战，就是那一届的第1名。以尊者为名号，他的级别可是在不朽之上的宇宙尊者呢。宇宙尊者，那可是能统领宇宙国的存在。统领宇宙国，1008个宇宙国，每个国度各出1000人，共计1008000名天才。欢迎你们参加天才战第2阶段选拔。你们当中最强的1000人，会成为我公司的核心成员。在场的都是一路拼杀出来的精英，结果入选的只有1/1000。比试内容是闯试炼塔，一共7座试炼塔，每座试炼塔有7层，对阵的敌人各不相同。闯过越多的层数，就能获得越多积分。在一座塔内死亡，视为该塔闯关终止，可继续闯下一座试炼塔，直至全部闯完。最后以总积分排名，选出7300人入围，其余人全部淘汰。现在，试炼开始。试炼塔第1座第1层，血毛猛犸10000头。考核开始。闯塔杀敌，感觉又回到了精英训练营的时光。第一次见到大哥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正在数十万光年之外努力修炼，我也不能落后。第2层，第3层，第4层。每上一层，敌人的防御、攻击速度都在呈几何级增长，进攻也越来越变化莫测。全部7层也并非易事。第7层。第2座试炼塔，9头蟒蛇10000头。
然够狠，一上来就冲在第一，而且只有他冲过了第一座第7层。他积分升得好快，已经远远将第2名甩在了后头。因为别的人还在闯第2、第3座塔，他已经在对战飞吼了。早关我们前5宇宙国的荣军和罗峰，差距有点大啊。相比往届，这次还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。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，稍有失利，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他们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。第5座试验塔，机械族傀儡100具。这座塔的敌人给我一种心悸的感觉，这在之前不曾有过。试炼塔第7座，重组母巢。这是第31号国民遗迹，这也太像了。如果它真是重组母巢，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？
战士智慧低下，但进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。在风潮意识的驱使下，哪怕牺牲多半成员，他们也不会退却。徐心，徐心，罗峰，如何轮转？无论相隔几亿光年。怎么了？徐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面对他的精神攻击，好像一时陷入恍惚。这般透彻心骨的凝视，仿佛来自宇宙深处。这里屏蔽了外部信号。我得用分身联系巴巴塔，问个明白。巴巴塔，31号国命遗迹是怎么回事？它的确是虫族母巢。啊！是主人在人类疆域外的战场上与虫族拼杀后拿到手的，却不料有人类的不朽强者为了抢夺虫族母巢，一路追杀，他因此身受重伤。为保住虫族母巢，最后将它藏在地球。虫族母巢竟然能引起不朽的机遇，那为什么当初诺兰山没有打他的主意？我搜索过阿图卡的记忆，发现一条被隐藏很深的数据。诺兰山也曾非常关注这个母巢，但他经过观测后认定风险系数过高，严禁诺兰卫接近。恨不得挖空地球保护的诺兰山就这么放弃了。那虫族母巢的等级到底是多少？借助级。你在试炼塔对战的母巢，大概率是经过削弱的。
便是削弱后的魔潮，也仍然可以无限产出虫族战士，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将对手淹没，而借助其虫族魔潮，甚至令诺兰山都避之不及。老巴塔有没有办法消灭？以主人的强大，也无法摧毁。他现在正陷入沉睡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对地球而言，绝对是个定时炸弹。万一他被唤醒了呢？那不正是你在试炼塔里经历的吗？你就在战斗中寻找应对办法。诺兰已经开创第7座试炼塔最后一层了，荣军、乌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让。反观罗峰，排名一直停滞不前。罗峰面对的虫族女王，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。查询相关异常现象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近5万年内与数值相关的异常现象共有3次，其中2次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外部入侵。苍伯，即刻命人检查系统。虫族女王作为母巢核心，是首要的斩杀目标。但她有虫族战士和虫族母巢的双重庇护，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，就极能命中。那我只能找出比眼神兵更快的攻击方式。首先，要佯装与虫族战士陷入酣战。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，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正是等待这一刻。那就来试试这一招，魂印。